晚上好，兄弟们，今天继续美恐系列女杰。电影由4个独立故事组成，首先就是第一个故事，名叫盒子。女主大美带着自己的2个孩子小帅和小美坐地铁准备回家，旁边坐了一个帽子叔叔，手里面拿的盒子吸引了自己的儿子小帅。小帅很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可妈妈却告诉他别多管闲事。到了家后，一家子晚上在一起吃饭，只见小帅一口饭也不吃，告诉父母说自己不饿，随后就去睡觉了。到了第2天，小帅呢早饭也不吃了，而且晚饭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吃。妈妈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的食物也不吃，给这个爸爸整的干着急发火，妈妈呢是发愁。完事夫妻俩人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得什么毛病了，于是就带着小帅看医生来了。这医生说这孩子呢比正常的还正常，没什么毛病，一直不吃饭可能是有什么心事儿。然后医生就把父母支走了，跟小帅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心事儿，说出来我听听，没准我可以帮到你。小帅说呢，我很好，没毛病。医生接着又说了，你得吃东西啊，孩子，你正在长身体呢，在一些战乱地区，你知不知道像你这样大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，下去会领盒饭的。小帅说，那咋了？医生一看也没法，就告诉父母，孩子可能是情绪上有点问题，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去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美来到了小帅的房间，俩人似乎正在讨论什么，等妈妈走进来就立刻闭上了嘴，具体说啥电影里面也没给我们讲。完事到了早上，小美呢也开始绝食了，不吃饭了，什么早晨晚上中午的都不吃饭。到了晚上，现在餐桌就剩夫妻俩人了，这爸爸就跟这妈妈说，我想不明白一件事儿，你这当妈的，我们的孩子在挨饿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？这津津有味的。妈妈回答道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他们不吃，咱们也不能跟着挨饿呀。这一句话就给爸爸整得有点生气了，抬屁股就走人了。他呢来到了儿子的房间，跟这个儿子说啊，你和小美怎么了？你俩人咋不吃饭呢？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妈妈呢就在后边看着俩人说悄悄话。回到床上，妈妈问爸爸，咱儿子都跟你说什么了？爸爸回答道，什么也没有。其中妈妈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成食物了，仨人在桌子上正吃它呢。转眼间来到了圣诞节，小帅递给了妈妈一个盒子，妈妈一看呢，这盒子怎么那么眼熟呢？不就是上次坐地铁帽子叔叔的吗？妈妈就问呢，你还记得你往盒子里面看过吗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小帅说呢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会儿小帅呢已经是饿瘦了，跟那什么呢，奖励哥，就这像这个奖励哥了，面黄肌瘦的，饿成这样了，肯定得住院啊。一住呢，3人，小美、小帅、爸爸都住院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几个人相继去世了。现在妈妈就好奇那个帽子叔叔拿的盒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。他呢就来回来坐这个地铁，完事坐了这个9981趟之后也没找到。完事来到了第2个故事，生日派对。今天呢是大美女儿的生日，完事大美呢早点起床，嘱咐好管家提前把家里布置好。大美呢就来到了丈夫这屋里，自己搁这说了半天话都没回应。等走近一看呢，人呢已经没气儿了。这时候女儿突然来敲门，坏了，这可不能让女儿知道，而且今天还是她生日。几句话就把女儿轰走了，上一边玩去了。大美呢就开始处理丈夫的尸体，刚抱起来，管家又来了，没办法躲衣柜里。躲过去之后呢，刚把尸体搬进客厅，这打广告的这个那个的也都来了。大美一看呢，你这套服装不赖，完事就给买下来，给丈夫穿上了这件服装。画面一转，女儿的生日派对就正式开始了。丈夫呢就坐在自己对面，然而大美最不想发生的事儿还是发生了，丈夫压着蛋糕上了。等摘下头套一看呢，吓坏了。紧接着来到了第3个故事，别摔下去。4个大学生呢出来玩了，又是爬山什么的，咱就叫大壮、大山、大美、小美吧。完事几个人在一个岩石壁上发现了几个特殊的标志。董局的大壮说了，我知道
这应该是古老的原住居民留下来的标记。到了晚上，几个人也是在这露营了。经过几个人的聊天得知，这里是一个历史遗产地。大壮呢买通了加油站的伙计，完事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他。这个大壮呢也是学会了通过须须在自己的领地做标记。紧接着大美突然站起来，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说那是什么？然后大壮好像被什么东西拖走了。了解他的大山说别理他，你越着急他越起劲儿。果然大壮开了个玩笑，突然出现在大美身后，给他吓了一跳。半夜大美从山洞中醒来，他呢好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被惨叫声吵醒了大山，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。看大美在那块蹲着呢，说自己不该来这里。大山呢着急忙慌的上了车，锁上了门，就要开车走。一脸懵逼的朋友们问大山发生了什么。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, let's go。 开的时候呢看见大美在前面站着呢。大壮说别丢下大美呀，她是我刚认识的女朋友。俩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执意要下车喊大美。也怪大山说话含糊不清。下了车的大壮立马领了盒饭。现在大美呢来到了车上，小美呢跑得挺快，随手关门的习惯非常好，成功把大山关里面了。门不知道怎么的也打不开了。大山什么下场，看这几下咱们也能知道。小美呢在跑的时候不小心在一个坡上摔了下来，这一摔啊就把腿给摔断了，这不就完蛋了吗？简单的处理好之后呢，大美也来了。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故事，他唯一的儿子。一个母亲呢和恶魔生了个儿子，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儿子东躲西藏的躲了18年。今天是儿子18岁生日，不过这个儿子呢好像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吃饭呢跟自己妈妈说话也挺冲的，嚷嚷着要找自个儿爹去。然后这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这儿子已经是心理变态了。妈妈被请到了学校，坐在他一旁的家长说他儿子给他女儿手指上的指甲全给拔了，而校长说呢，青少年之间的冲突是避免不了的，在医院里边养养就行了。完事这个家长说行了，等着律师函吧。现在妈妈呢有点懵逼，问为什么校长不惩罚自己儿子。校长说了，孩子他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为我们这所学校做了很多贡献，我非常崇拜他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妈妈被厕所传来的声音吵醒了，儿子不知道捣鼓什么东西呢，满地的血。第二天呢，儿子是更反骨了，看见他妈说你给我跪下。就是这样爬过来。等妈妈爬到儿子这边时，房子瞬间暗了下来。妈妈也抱住了儿子，儿子解释道，说自己这些反常行为是自己被控制了。等房子亮起来的时候，俩人躺在了地上。电影至此结束。